在我国的台湾省有这样一种民间习俗，凡是上吊自杀之人，必须要举行一场特殊的丧葬仪式送煞。因为这种死法之人怨气极大，一定要把上吊者自杀的绳子用送煞的仪式将他送走。而且送煞仪式有个最大的忌讳，就是无关人员千万不能出现，否则将会大祸临头。今天是阿伟和小美的新婚大喜之日，但他们没注意到，刚好一场送煞仪式也在今晚举行。晚上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朋友们甚至还起哄，让他们用新娘穿过的高跟鞋喝交杯酒。虽然让两人有点为难，但在大喜之日，阿伟和小美只好照做。就在此时，一位醉醺醺的客人闯了进来，对着新郎就是破口大骂。人说完一头撞向了新娘，现场乱作一团。等把他拉开，小美发现自己的婚纱上莫名的多了块血迹，她急忙去找纸巾赶紧把它擦掉。等她一抬头，发现远处有个红衣女人正盯着他们看。这时阿伟跑过来告诉小美，客人不停地流鼻血，得赶紧送医院。临走时，阿伟再三嘱咐小美一定要待在屋里，等自己回来。阿伟走后，小美拿手机一看地图，发现医院离这里很近，于是便按照导航走了出去。等她走到马路上时，刚好遇上了送煞的队伍。小美是远嫁而来，所以根本不知道送煞的机会。领头的道士怒斥小美坏了大事，让她赶紧跟在队伍后面，送煞仪式结束后才能离开，否则将会大祸临头。但小美根本不相信这一套，她不顾道士劝阻，扭头就走，可偏离了导航，小美很快就迷路了。此时一阵阴风吹过，路边的风铃开始不停地响动，小美心里有点害怕。可此时的导航已经没有了信号，手机也变得不对劲。突然出现了白天的场景，小美拿起手机对着前面的路口，可怪事发生了，画面中出现一个红衣女人，她试图放大想看清女人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瞬间像中了邪，脖子被什么东西掐住，然后便昏死过去。等她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浴缸里。门外的阿伟告诉小美，昨天晚上他喝醉了，一个人躺在马路上，幸好被村民发现，自己才把他背回了家。小美没有怀疑，以为是自己喝醉了，那个红衣女人可能只是幻觉。等她洗完澡回到房间，却发现原本只沾了一滴血迹的婚纱，现在居然红了一大块。而且更诡异的是，上面的血迹不管她怎么洗，就是洗不掉。第二天小美上街的时候，刚好遇见了昨晚的道士。道士警告小美，她已经被煞气上身，必须要尽快化解，否则将大祸临头。可事到如今，小美还是不信道士说的话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小美的预料。回到家的小美想再次把婚纱洗干净，却发现水池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女人发现家里的水池莫名的堵住了，她以为是排水口堵了，找了根铁丝来疏通，结果捞出一个东西。她抽出铁丝，水位没有丝毫变化，铁丝沾满了头发，还有个耳坠。女人没有注意到，当她看到耳坠时，下水道瞬间疏通了，似乎有种力量指引她发现这个耳坠。小美找到丈夫阿伟，说自己没有这个耳坠。阿伟坦白承认是他前女友的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留恋前女友，阿伟随手把耳坠丢进了垃圾桶。看到丈夫的举动，小美也没有多心。可怪事并没有结束。这天深夜，小美突然在睡梦中被吵醒，她好像看见有什么东西钻进了被子，翻开被子一看，竟然是个小男孩，这把她吓得失魂落魄。小美接二连三的奇怪举动，让阿伟意识到不对劲，送她去看医生。可医生诊断出小美没有病，而是怀上了孩子，可能是受怀孕的影响出现了幻觉。阿伟非常高兴，可小美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恐惧。果然第二天晚上怪事又发生了，床上莫名的渗出大量鲜血，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哭声，整个被子慢慢被鲜血湿透。小美吓得赶紧逃出去，可房门却死活打不开。接着她像上次一样失去了记忆。等阿伟回来，发现妻子小美竟然穿上了婚纱，对着镜子一声不吭的梳头。男人回到家，看见妻子换上了结婚时的婚纱，坐在镜子前，脸上还挂着诡异的微笑，仿佛变了一个人。而接下来妻子说的话更是让他毛骨悚然。老公，死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来看我？说完，妻子不停地抽搐，然后神情恢复了正常。小美看着身上的婚纱，她不知所措。显然刚才发生的事情她完全不记得。小美终于相信道士的话，第二天拿上婚纱去求他帮忙。道士从里面找到了耳坠，小美非常惊讶，她明明亲眼看见丈夫把她扔进了垃圾桶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道士说这个耳坠她认识，它是死者的遗物。小美听完突然想到什么，她问道士死者是什么人。道士告诉小美，死者是个被丈夫抛弃的怨妇，
穿着一身红衣从外地跑来这里自杀。小美瞬间想通了，难怪红衣女人一直纠缠自己。小美求大师救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，大师给了小美一块五雷令和一些符咒，让她贴在门窗，今晚绝对别出门，等她做一场法事消灭恶灵。晚上阿伟回到家，小美质问阿伟死去的外地女人是不是他的前妻，阿伟死活不承认。我今天去找法师，他跟我说那个人还是他的。在小美再三逼问下，说出了真相。其实他有个前妻，不仅很爱他，还给他的事业很大的帮助。但就在半年前，阿伟单方面提出离婚，前妻苦苦哀求，但也没有改变他的想法。不久后，前妻选择了自杀。他在我们结婚的前夕跑去自杀啊！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真的吓坏了。同一时间，大师已经在开坛做法，那件带血的婚纱传出了凄惨的哭声。就在这时，窗外狂风大作，强大的怨气冲破了玻璃。小美的表情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吃的、用的，都是我买的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另一边，道士意识到不妙，死者怨气太深，要回去报复前夫，必须尽快烧掉婚纱，否则要出大事。果然，阿伟正被前妻死死按住喉咙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婚纱终于被烧干净了。这也意味着死者冤魂魂飞魄散，阿伟得救了。1年后，阿伟来到公寓见小美，他们已经分居。这次来是为了签署离婚协议。小美态度冷淡，始终不肯原谅阿伟的欺骗，宁愿自己一个人抚养孩子。而在经过上次前妻的报复之后，阿伟的腿莫名受伤，医生查不出任何原因，但仔细看会发现阿伟的左腿上有个小鬼正死死地抱住他的腿。原来在前妻上吊之前就已经怀了他的孩子，或许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